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的故事，这故事的主人公叫小雅，28岁，人生经历那叫一个坎坷，简直是现实版的爽文女主逆袭记，但又带着点让人心酸的苦情戏份。咱慢慢聊，从她的身世说起，再到她怎么从北京嫁到台湾，最后一场意外手术让她彻底改变了对台湾的看法。小雅这丫头出生就没赶上好时候，她是被遗弃在北京某医院门口的孤儿，从小在资源匮乏的孤儿院长大，那地方说实话吃饱都算奢侈，营养不良是家常便饭。小雅小时候瘦得跟竹竿似的，因为缺营养还有点发育迟缓，走路都比同龄人慢半拍。不过老天爷也算没完全抛弃她，给了她一张清秀的脸蛋，眉眼细腻，像画里走出来的古典美人。可惜啊，这张脸没给她带来啥好运，反而成了她人生苦难的影子。12岁那年，小雅被一个有钱人家领养了，按理说这应该是苦尽甘来的转折点吧。结果呢，压根不是那么回事。那家人表面上光鲜亮丽，背地里把她当免费佣人使唤，洗衣做饭擦地板，连他们家那只胖得跟球似的宠物猫拉屎都得小雅收拾。更过分的是，养母脾气火爆，动不动就拿她撒气，扇耳光是常事，手上没个轻重，小雅脸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她那时候才12岁啊，天天活得像个小奴隶，心里憋屈的不行，可又不敢吭声，毕竟没地方可去。到了15岁，事情更糟了，养父开始对她动手动脚，那种下流眼神让人看了就恶心。小雅起初不懂，只觉得害怕，后来才明白这老男人根本不是人。性侵持续了2年，她被困在那个家，像笼子里的鸟，想飞都飞不出去。17岁那年，她终于攒够了勇气，趁着养母出门，偷了点钱跑了。结果呢，跑是跑出来了，可一个没身份、没学历的小姑娘能去哪儿呢？流落街头，风吹日晒，吃不饱穿不暖，那日子真是人间真实。后来她因为长得清秀又单纯，被人骗进了产业。那几年她过得人不人鬼不鬼，每天强颜欢笑，心里却跟死了一样。直到20岁那年，警方一次突袭把她救了出来，才算结束了那段噩梦。救出来后，她被安置在一个救助中心，遇到了她人生中的贵人，一个做慈善的大姐。这位大姐看她可怜，又觉得她眼神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就资助她读书，还帮她找了份正经工作。小雅那叫一个争气啊，从基层小职员一步步往上爬，愣是靠自己的本事，28岁就成了跨国公司的高管，年薪100万，在北京买了房，活成了励志姐的模样。按理说，小雅这人生已经够精彩了吧？可缘分这东西真是妙不可言。她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台湾来的同事，叫阿伟。阿伟这人长得斯斯文文，说话带着台湾腔，特别温柔。小雅第一次听他讲话，就觉得哎呦，这声音咋这么软糯，像在撒娇似的。两人慢慢熟了，阿伟对她特别好，经常请她吃台湾小吃，像什么珍珠奶茶、卤肉饭，搞得小雅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投喂胖了。时间一长，感情自然就来了。阿伟跟她求婚，说要带她回台湾定居。小雅那时候觉得，台湾不就是个小岛吗？医疗技术能有多厉害？她在北京见识过顶级3甲医院，潜意识里总觉得台湾肯定比不上大陆。结婚后，小雅跟着阿伟到了台北，她一开始还有点瞧不上台湾，心想这地方这么小，医疗能好到哪儿去？生病了还不得飞回北京看？她这话没少跟阿伟念叨，每次都说我才不信你们台湾的医疗能力咧，大陆的医院那才叫牛。阿伟听了就笑，也不反驳，只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啦，别这么硬嘛。小雅撇撇嘴，心想等着瞧吧，我才不会被你忽悠。可生活这东西总爱给人打脸。搬到台湾没多久，小雅就怀孕了。她想着怀孕是大事，得找个好医院检查。结果阿伟带她去了台北一家公立医院，她一看那医院规模不大，设备看着也没北京那些大医院气派，心里直犯嘀咕。可一检查下来，她傻眼了，医生护士态度那叫一个亲切，检查流程效率高的不行，连挂号都不用排队。更让她震惊的是，台湾的健保制度简直是神器啊！她在北京看个病
动不动就自费几千块，医保报销还得跑断腿。可在台湾，健保卡一刷，大部分费用都 cover 了，他自掏腰包的钱少得可怜。他忍不住问阿伟，你们这健保也太夸张了吧？真的假的啊？阿伟笑得一脸得意，说我们台湾的医疗福利就是这么啦，你慢慢习惯就好。不过小雅骨子里还是有点大陆优越感，总觉得台湾医疗技术肯定不如北京。他跟朋友聊天时还说过，台湾这医疗也就服务好点，技术肯定不行，大手术还得回大陆做。这话传到阿伟耳朵里，他也没生气，就说好啦好啦，你说啥都对。结果呢，命运偏偏给他安排了一场考验。怀孕7个月的时候，小雅突然肚子剧痛，吓得她以为要早产。阿伟赶紧把她送到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得马上手术。小雅一听要开刀，腿都软了。她在北京听过太多医疗事故的传言，对手术这事有阴影。她拉着阿伟的手，哭着说，我不要在台湾做手术了，万一出事怎么办？我不信你们这边的医生。阿伟急得满头汗，安慰她说，别怕了，我们这边医生很专业的，健保也会 cover， 不会有问题的。可小雅死活不信，嚷着要回北京做手术。医生看她情绪激动，只能先给她保守治疗，稳住情况。结果呢，拖了2天，病情突然恶化，胎儿也有危险，没办法，只能紧急手术。小雅被推进手术室前，还在哭喊，我真的不信你们台湾的医疗能力。护士听了都忍不住摇头，心想这丫头咋这么轴呢？手术做了整整4个小时，小雅醒来时发现自己和孩子都平安，她懵了，问医生，这手术是你们做的，真的没问题吗？医生笑着说，当然啦，我们技术很好的，你放心休息就好。小雅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自己之前的偏见有多离谱。手术后，小雅躺在病床上，整个人像是被打脸打醒了。她之前那句我不相信台湾的医疗能力还回荡在耳边，现在想想真是啪啪啪的响啊。她开始反思自己为啥会对台湾医疗有那么深的误解，这得从大陆和台湾的医疗差异说起，咱慢慢聊，别急着划走啊，这里面门道可多着呢。先说小雅醒来后的感受吧。她睁眼一看，病房干干净净，护士小姐姐说话轻声细语，态度好的让人觉得这是医院还是5星级酒店啊。她摸了摸肚子，孩子没事，自己也没啥后遗症，这才松了一口气。阿伟坐在旁边，笑眯眯地说，我就说嘛，我们台湾的医疗没你想的那么差吧。小雅这回没犟嘴，只是小声嘀咕了一句，好啦，算你对。她心里其实已经开始服气了，但嘴上还是得应一下，毕竟北京女高管的面子不能丢嘛。接下来几天，小雅在医院观察，彻底被台湾的医疗体系震撼了。她发现台湾的健保真是神级存在，手术费、住院费、药费基本都由健保 cover， 她自己掏的钱不到1000台币，换算成人民币也就200多块。这要是搁北京，3甲医院做个阑尾炎手术，没个几万块下不来吧？医保报销还得排队折腾，烦得要死。他忍不住问护士，你们这健保是怎么回事啊？也太划算了吧。护士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台湾的特色啦，每个人都缴一点，就能让大家都有保障。小雅听完感慨道，哎呦，这也太人性化了吧，大陆啥时候能学学啊？再说技术层面，小雅之前总觉得台湾地方小，医疗技术肯定不行。她在北京见过那些顶级医院，设备先进的像科幻电影，医生个个是大牛。可这次手术后，她才知道自己想偏了。台湾的医生虽然不像大陆那样动不动就挂专家号，但专业度一点不差。那次手术，主刀医生是个40多岁的大叔，看起来普普通通，可手法稳得一批，连缝合的疤都小得几乎看不见。小雅后来偷偷问了阿伟，才知道这医生在台湾外科界很有名，专攻急症手术。她心想，我的天，这水平放北京也是顶尖的啊，我咋就瞎了眼，觉得台湾不行呢？其实啊，大陆和台湾的医疗各有千秋，但差异还真挺明显。大陆的医疗资源集中在1线城市，像北京、上海那些3甲医院，设备牛，专家多，做疑难杂症手术确实厉害。可问题是，大医院人满为患，挂个号跟抢春运火车票似的，普通人看病贵不说，还得排队等死。小雅以前在北京看病，
最烦的就是挂号排队，经常凌晨就得去占位子，体验感差到爆。而台湾呢，医疗资源分布均匀，小诊所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公立医院效率高，医生护士态度也好。他住院这几天，护士隔1小时就来查房，嘘寒问暖的，搞得他都不好意思了。还有一点，台湾的医疗福利真不是盖的。小雅听阿伟说，台湾人从出生到老，健保都跟着你，生病住院基本不花啥钱，连牙医、眼科都纳入健保范围。他一听就震惊了，啥？看牙也免费？你们这也太夸张了吧？阿伟笑说，不夸张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小雅想想自己在大陆拔颗智齿，花了小2000，心疼的直哆嗦，忍不住感慨台湾人真会享受啊，这日子过得也太舒坦了吧。不过小雅也发现台湾医疗不是没缺点，比如高端设备和顶级专家数量确实比不上大陆的大城市。她听医生说，有些特别复杂的病，比如罕见癌症，可能还得转诊到美国或日本。可对于普通人来说，台湾的医疗已经够用了，覆盖面广，性价比高。小雅越想越觉得自己之前那句我不信台湾的医疗能力真是无知者无畏，她开始有点羞愧了。出院那天，小雅拉着阿伟的手，红着眼说，我错了啦，我不该看不起你们台湾的医疗。阿伟摸摸她的头，说没事啦，知道就好，以后别乱讲话咯。小雅点点头，决定等身体恢复后要跟所有人道歉。她觉得自己之前的偏见不光伤了阿伟的心，也让那些关心她的人失望了。回家后，小雅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长长的语音，把自己的经历讲了一遍。她哭着说，我真的错了，大家别学我啊，我以前觉得台湾医疗不行，结果这次手术救了我跟孩子，我才知道自己有多蠢。她还特意提到了台湾健保的好处，说大陆的姐妹们，你们要是来台湾看病，真的会惊呆，这边医疗福利好的让人想哭。群里朋友听了，有的调侃她，哎呦，小雅，你这是真香定律啊，有的感动的说没事，知错能改就好。小雅听着心里暖暖的，也踏实了。从那以后，小雅彻底融入台湾生活，她不再觉得台湾是穷地方，反而觉得这里的生活质量高得离谱。她跟阿伟说，以后我就在这生孩子养老了，大陆再好我也回不去了。阿伟听了笑着说，好啦好啦，欢迎你成为正宗台湾媳妇。两人相视一笑，小雅心里满是感恩。出院后，小雅的生活像是翻开了新篇章。她躺在台北家里那张软乎乎的沙发上，看着窗外绿树成荫的小区，心里头那叫一个踏实啊。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她住的高层公寓虽然豪华，可窗外永远是雾霾蒙蒙的高楼大厦，空气里一股子汽油味儿。现在呢，台北的天蓝得跟画似的，空气清新的让人想多吸几口。小雅搂着阿伟的胳膊，忍不住感慨，哎呦，你们台湾真是个宝藏地方啊，我以前咋就瞎了眼没看出来呢？阿伟笑得一脸得意，说早就跟你讲了，我们这边生活质量很高，你硬是不信。小雅撇撇嘴，心想得，这家伙又开始嘚瑟了。不过他这回没反驳，因为他是真的服气了。小雅身体恢复的差不多后，就开始琢磨着怎么跟大陆的朋友们正式道歉。她觉得自己之前那句我不相信台湾的医疗能力实在太刺耳，不光是嘴硬，还透着一股子无知。她在微信上建了个小群，把北京的闺蜜、老同事都拉进来，然后录了段5分钟的语音。她声音有点哽咽地说，姐妹们，我错了，我以前老觉得台湾医疗不行，还说什么大陆3甲医院天下第一，结果这次手术彻底打我脸，我跟孩子能平安，全靠台湾的医生跟健保，我欠所有人一个道歉。语音发出去，群里立马炸了锅。有个闺蜜调侃她，哎呦，小雅，你这是真香了吧？早跟你说台湾不差，你还不信。还有个老同事感慨，听你这么一讲，我都想去台湾看病了，大陆这边看个感冒都得花几百，太坑了。小雅听着这些回复，心里酸酸甜甜的，既感动又有点不好意思。道歉完，小雅觉得自己卸下了一个大包袱，她开始认真观察台湾的生活，越看越觉得这地方真不简单。拿医疗来说吧，她后来才知道，台湾的健保不光是便宜，还特别人性化。她怀孕后定期产检，每次去医院都跟逛街似的轻松，挂号用健保卡刷一下，
医生耐心给你讲胎儿情况，护士还会提醒你啥时候吃叶酸，连产检的 B 超费都低得离谱。他算了笔账，在北京做一次 B 超得400-500块，医保还不一定报，而在台湾健保全包，自费不到100台币。他忍不住跟阿伟吐槽，你们这健保简直是 bug 啊，大陆啥时候能有这待遇？我估计得等到下辈子。阿伟听了哈哈笑，说别急了，大陆那么大，慢慢来嘛。除了健保，小雅还发现台湾的社区医疗超方便，她家附近有个小诊所，走路5分钟就到，感冒发烧啥的直接去那儿看，医生态度好的跟朋友似的，开的药还便宜。她有次嗓子疼，去诊所拿了药，才花了50台币，药效还贼好，2天就痊愈了。他心想，我的天，这要是在北京挂个号排队不说，药费还得几百块，体验感差到爆。他越比越觉得台湾医疗的厉害之处不是设备多高端，而是服务到位，普通人真能享受到福利。不过小雅也不是完全倒戈台湾，她冷静下来想想，大陆的医疗也有牛的地方，比如北京的协和医院、301医院，那可是全国顶尖，疑难杂症的诊治能力甩台湾好几条街。他有个老同学得了罕见病，在北京做了手术，愣是捡回一条命。他听了这事，觉得大陆在大手术和高端技术上确实有优势，可问题是，这种资源太集中了，老百姓想沾光不容易，像他这种普通人出身的，哪有门路去挂专家号啊？反过来，台湾的医疗更接地气，从社区诊所到大医院，层次分明，谁都能看上病。他跟阿伟聊起这茬，说大陆医疗是大佬级别，但平民用不上；台湾是平民福音，但顶尖技术差点意思。阿伟点点头，说对啦，各有各的好，就看你需要啥咯。小雅慢慢适应了台湾的生活，连说话都开始带点台湾腔。她学会了说好啦，真的假的，很赞耶，搞得阿伟老笑。你这北京妞现在很台了吧？他也不生气，反而觉得这种软糯的表达挺可爱。他还迷上了台湾的小吃，像臭豆腐、蚵仔煎，吃的那叫一个满足。他跟阿伟说，你们这边吃的也太好了吧，比北京烤鸭还吸引我。阿伟得意地说，那是当然，我们台湾美食可是世界级的。小雅翻了个白眼，心想这家伙真是逮着机会就吹。孩子出生后，小雅对台湾医疗的信任达到了顶峰。她在台北一家妇产医院生的娃，整个过程顺得不得了，医生护士全程陪护，分娩后还教她怎么喂奶、换尿布，服务细致的让她感动到不行。更夸张的是，健保连月子中心的费用都报了一部分，她住了半个月，才花了2万台币。她打电话跟北京的闺蜜炫耀，说你们猜我生个娃花多少钱？换大陆不得10几万啊！闺蜜听了直喊太羡慕了，台湾简直是天堂。小雅笑得合不拢嘴，心想可不是吗？我真是赚大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雅彻底融入了台湾。她开始跟邻居聊天，发现台湾人普遍很友善。她家楼下的阿姨知道她刚生完孩子，还特意送了碗鸡汤，说这是我们这边的习惯，新手妈妈要补一补。小雅喝着热乎乎的汤，眼泪差点掉下来。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孤儿院，连碗热饭都吃不上，更别提有人关心了。现在呢，她有了家，有了爱她的老公和孩子，还有这么温暖的社会，她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当然，小雅也没忘了自己的根，她每年都会回北京看看老朋友，顺便感慨一下大陆的变化。她发现北京的医院虽然还是人满为患，但服务态度比以前好了点，网上挂号也方便了些。他跟朋友说，大陆医疗也在进步啊，就是步子慢了点。朋友笑着回，那你还是老老实实带台湾吧，别回来跟我们抢号了。小雅听了哈哈笑，心想也是，我现在可是台湾媳妇了。故事到这儿，小雅的人生算是圆满了。她从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到流落街头的受害者，再到跨国公司高管，最后成了幸福的台湾妈妈。这一路走得太不容易，她那场意外手术不光救了她的命，还让她看清了两岸医疗的差距，更让她学会了放下偏见。她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她说：“丽姐，我以前觉得自己命苦，现在才知道老天是给我机会重来。”我听了鼻子一酸，心想这丫头真不容易啊。所以啊，大家听完这个故事有啥感想？
小雅从我不相信台湾的医疗能力到含泪道歉，这转变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台湾医疗发达，不是大陆人想象的那样穷，反而在福利和服务上让人刮目相看。当然，大陆也有自己的强项，两岸各有千秋嘛。丽姐，我讲这个故事，就是想说，别轻易下结论，多看看，多体验，世界比你想的精彩多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留言哦，咱们下期再见。